大家好，欢迎来到 Hoopy 频道。我想大家从打篮球这么久，或者说从小看球到现在，应该都会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是运球节奏？像是为什么 Kyrie Irving 运球这么多，还是可以保持很好的节奏流畅性，以及 James Harden 他的运球节奏为什么这么难以捉摸？那为什么 Jokic 他这么大只，还是可以很顺畅的把球运过半场？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会解释说什么是运球节奏，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运球节奏。那当然，除了理论的说明之外，我也会分析球星的 highlight 去验证我的理论，以及最后我会定义什么是正确的运球节奏。OK，那在解释运球节奏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运球的根本目的。我们根本目的是为了移动，还是为了过人，还是为了避免走不为例？那当然以上都有，所以我们将所有的目的统整在一起，也就是我们运球是为了在我们移动的过程中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篮球与脚步。那重点就在于说，移动的过程中我们要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篮球与脚步，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运球节奏。OK。那什么才是正确的运球节奏？从前面提到的运球的目的来看，我们也知道要能够自由的控制篮球与脚步，不能违例，也不能掉球。所以运球节奏是什么呢？那运球节奏本质其实就是下球节奏与脚步节奏的结合。那问题来了，这两种节奏要如何结合，才能够真正达成我们的目的？现在已经知道运球节奏取决于这两种节奏的结合，那接下来我会透过时间轴的分析去解释说两种节奏的结合会有哪些的情况。OK， 首先我们将时间轴分为下球与脚步两部分。那下球部分会由控制球的时间以及球离手的时间组成。那脚步的部分则是会有脚落地缓冲到发力启动的时间，以及脚离开地面到着地的时间组成。那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下方第一个绿色的框框那就是控制球的时间。那所谓控制球的时间，就是当我们运球时，球落地还弹到手上之后，当然我们可以获得一段时间可以自由的控制篮球。那第二个红色框框则是 ball flight time， 那就是球离手的时间就是球离开手，然后打到地面，然后回弹到手上的时间。那第三个绿色框框，浅绿色框框则是 drive preparation phase， 那就是脚步落地缓冲到发力启动的时间。第四个浅红色框框则是 full flight phase， 那就是脚离开地面到着地的时间OK， 那根据刚才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时间轴的示意图上方这个示意图。每一次我们的运球都包含着球离手的时间与重新获得控制球的时间两个部分简单来说就是球被拍下去，然后经过地面反弹回到手上，然后我们重新获得控制球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循环。那下方的时间轴则是脚步的时间轴，那它就是包含了脚步启动，然后脚步离开地面，然后到脚步落地，然后让我们脚步再次启动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这表示说我们每次跨出步伐，那再踩到地面，然后再次启动，那就是构成脚步节奏的连续的循环。那这张图就是我们整个运球过程的时间轴的示意图之后后面会很常看到。那在了解正确的运球节奏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移动的时候为什么会掉球或者说失误那从时间轴可以很明显发现红色的方块是指球离开手的时间粉红色的方块是指脚离开地面的时间那球离手的同时脚步也开始离开地面，那这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移动，但是由于球已经离开手了，导致无法跟随着我们身体移动，那就会造成我们失去控制球的同时我们身体又在移动中，那就会非常容易导致掉球或者说失误的发生。
那状况轻的话，那就是运球节奏不协调。那严重的话就是直接失误掉球。那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已经失去控制球的能力了，毕竟球已经离开手了，我们脚步或者说我们移动范围就必须受到篮球限制。反观当我们球在手上的时候，也就是说 control time 的时候，则可以随意的变向变速，做任何的脚步，做任何的移动。那从以上原因就可以知道，我们为了避免失误，或者说发生掉球，或者说节奏不协调，所以我们必须让脚步尽可能在 control time 里执行也就是球在处于 control time 的时候执行OK， 那这里就会带出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保证我们在运球移动的过程中，脚步都是处在一个 control time 之中呢？ OK， 那就是下球节奏以及脚步节奏同步，对，也就是将两种节奏同步在一起。那什么是节奏同步？在运球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下球以及脚步的启动的步骤非常相似。球下落到地面反弹，那脚步的是脚落地，然后启动脚步。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球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刻意的控制篮球与脚步同时落地。那这时候就会非常刚好满足说，当我们启动脚步的同时，球也回到手上。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脚步启动时，球处在 control time 之中。OK， 接着我们来看理想情况的节奏同步的时间轴会是如何。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红色的框框 ball flight time 与浅绿色的框框 drive preparation phase 的时间重叠或者说同步，那并且 full flight phase 都在 control time 之中发生也就是说每一个脚步都在控制球的时间内执行，那才不会发生掉球的情况，且完整的利用控制球的时间。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运球过程中会有哪3种状况？第一种，理想节奏同步 ，OK，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时间轴，我们控制球的时间是最长的，并且可以确保篮球随时跟着身体移动。第二种则是节奏不同步，那这节奏不同步就是指容易发生掉球或者是说失误，或者说节奏不协调，导致我们运球移动速度变慢。那接下来则是第3种，就是节奏分离。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等下球后，等球回到手上才开始启动脚步，那会导致我们需要等球回到手上才开始启动脚步过人。那等于说有一个多了一段白色的时间去给防守者有反应。OK， 那接下来我们会从时间轴上来分析然后我会着重在第2种跟第3种情况。首先我们直接看到第2种情况，仔细看黄色的部分球离开手之后，我们脚也离开地面，那这就会造成当球离开手时，球已经无法跟随着我们身体移动，就像前面讲的，球处于脱离控制的状态。那在这同时，我们又移动身体，就会非常容易造成掉球失误，或者直接说节奏不协调。那大家也一定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感觉球有意识一样躲着你的手，或者说你根本感觉不到你可以控制篮球。那这种情况在初学者或者说受到防守者的身体对抗或者说防守者的压迫，那最容易出现。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种情况。那第3种情况也是大家最常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球后，我们会等到球反弹回到手上之后，确定回到手上之后，才开始启动脚步。那从时间轴可以看到红色球离手的时间结束后，才进入脚步启动的时间
那这2段时间虽然分开，但你的身体在这2段时间中都处于一个动作执行的状态。换句话说，当你启动脚步时，你一定需要发力，或者说你脚落地的时候一定需要缓冲的时间嘛。那这段时间就等于白白送给防守者额外的一个反应时间。那从时间轴上也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轴，这段时间或许只有0点几秒，但要注意人的反应时间其实也只有0点几秒。那在一般比赛中，你的对手也都是平常有在运动的，或者说有多年经验的人，也就是说对手的反应都有一定的水准。那更何况是一个高层级的比赛，职业比赛里，球员反应速度甚至比一般人更快。因此即使只是0点几秒的差距，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第3种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大多数人最常发生的，不论是职业球员也好，还是一般的篮球爱好者也好，很多人都习惯这样子做。那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脚步启动时球仍处于 control 态之中。大家可以看到时间轴，很明显脚步启动时球仍处于 control 态之中，可以避免到这种困扰。那这种节奏分离的情况当然可以让动作更安全，但问题就在于说，你这样的节奏会给防守者更多的时间去预判以及反应。虽然现在大家看时间轴，可能大家对于这0点几秒没有太大感觉，是这么小，但后面我球星分析之后会有一个实战的时间轴，你就会比较明白说这个问题对于进攻的威胁有多大的影响。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 NBA 球星的片段。那这段的话，想请大家专注在于看球落地以及脚落地的时机。那我会先放正防的速度，然后再放慢动作。由于是实战，所以节奏同步的状况肯定不会非常理想啊。那分析结束之后，我会分析实战状况下运球时的时间轴的变化，那以及最后去定义说什么是运球节奏。OK， 那我们开始看吧。首先是我们看到 Stephen Curry 的片段。给几个前面的小碎步，然后有一个急停。接下来他这几个小碎步会非常明显，就是节奏同步。然后我刚刚看还有一个胯下运球也是，然后以及他面对最后到防线的时候，他的胯下运球也是，很明显就是节奏同步。那最后这一个胯下运球也是，最后这个也是急停的瞬间，然后马上做一个胯下运球，双脚急停的时候。OK， 那接下来是 James Harden 的片段，那他脚步真的非常的简洁啊，第一步几乎每一步都在试探，那只要防守者一有失误，那他就会立刻攻击。那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他运球节奏同步做得非常好。OK， 那我们直接看片段。再看一次。那接下来是慢动作，他第一步就是了，这也还好。这也是啊，这也是，这超明显的。然后最后就直接上来了。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卢卡当局的脚步哦。老实说我找这个片段，它没有很明显有节奏同步，那当然是我找的片段不好，不过没关系，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就刚刚那个有一个 step back 小的 step back 那个很明显。
这个还好，然后这一个 step back 很明显就是一个脚步节奏同步，然后跟一个胯下。你再看一次 ，step back， 对，然后胯下，有做一个小的坠步啦。OK， 这个片段真的没有很明显，没关系。那我们看下一个是 Jockey 的片段。OK， 下一个是 Jockey 的片段。那我会放 Jockey， 就是因为他是能够运球推进的中锋。OK， 那我直接看片段。等一下，他可以注意前面几次运球，就是右边切入的时候，以及背框的时候，都很明显就是节奏同步。他就有刻意控制脚步落地与球落地是几乎同时，这几乎有重叠，这也是，这也是。OK， 我们可以再看一次，这个还好，这个也很明显就是。OK， 现在是Kyrie Irving的片段啊。那因为他的脚步真的很精彩，所以我总共放了3个片段。那在他的片段中，节奏同步就会非常明显。而且我想请大家专注于看一下脚掌落地的方式，尤其是第2个跟第3个，跟我之前变速控制的教学影片完全符合。OK， 那我们开始吧。Yeah, that's what Jake Kidd said the number is. You got to be comfortable with 120. Kyrie again. OK， 现在就是放慢动作，那大家可以看到他跨出的第一步就是了。Yeah, that's what Jake 这里就是了。Kidd said the number is. 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还好，这一步还好，但也没必要。那刚刚的片段我们再看一次，然后大家这一次看可以注意一下脚掌落地的方式，就是后脚跟了。然后等下他这边加速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前脚掌，这里很明显前脚掌。然后他最后会做一个，这边会做一个减速，那就会是后脚跟。这一个很明显后脚跟，然后做加速。OK， 接下来是第2个片段，那我们直接看。Marshall made his first 23 free throws this year. Kyrie, and it's an inverted three-point play, a free throw and then a hoop after. 这个片段有点短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Marshall made his first 23 free throws. 这个节奏同步很明显，双脚坠步之后再加一个运球。我们再看一次哦，那这一段，这时候大家去注意他的脚掌落地方式。等下加速的时候，他是很明显前脚掌。然后瞬间减速，所以左脚是后脚跟。他光2步就是左右脚不同的落地方式，去控制他的速度。OK， 接下来第3个片段，一样，我们先放正常的速度给大家看。This year on threes. Screen Gafford. Hesitation Kai. Hello. 这个片段它就变速了3次。我们先看节奏同步的部分。这也很明显，一个急停就是配一个运球，双脚的急停，然后脚落地的急停，然后配一个运球。这个很明显。就是节奏同步。OK， 我们再看一次
最后一个片段。Play a free throw, play a fast cent this year on threes. Screen Gafford, hesitation Kai. Hello, cents this year.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脚掌落地的方式哦。他这边拿到球要加速，所以都是前脚掌。然后还要急停减速的时候是后脚跟。然后这里又要加速，所以它又是前脚掌，很明显它是前脚掌落地。然后它这里又做一个减速，但是它只用全脚掌去做缓速的动作，这里缓速，然后又在大幅的减速，所以它又是用左脚去做一个后脚跟落地。大家可以再看一次，前脚掌、前脚掌、全脚掌。后脚跟，真的非常精彩。OK， 实战影片的分析就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投影片的部分。OK， 看完 NBA 球星的片段，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情况下运球的时间轴大概是什么样子哦。我这边先说明一下，这里的时间轴的长短只是为了辅助我说明，并不是说有实际的描述啊，或是相对的比例，主要是方便我展示不同情况下的分别。OK， 那从时间轴可以看到，如果要让下球节奏与脚步节奏同步，那我们就必须尽可能让球离手的时间与脚步落地到启动的时间的这两段时间尽可能的重叠，那这样一来啊，你不仅能够最大化对球的控制时间哦，还可以保持运球移动的流畅性。那更重要的是可以压缩对手的反应时间，让我们在进攻中保持更多的主动性。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运球节奏不同步时实战的状况，时间轴会是呈现什么样子哦。那在这种情况哦，球离手的时间几乎与脚步落地启动时间没有重叠，那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球离开手的时候，它已经无法跟随着我们身体移动，等于脱离控制了，毕竟球已经离开手了。那在这同时，我们身体移动就会非常容易造成掉球，或者说失误，或者说运球节奏不协调。那相信大家都有遇过这种感觉，就像前面讲的，球有意识一样躲着你的手，或者说你甚至觉得球不粘手，没办法跟随着脚步顺畅移动，那这就是运球节奏不同步带来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运球节奏分离的时间轴。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大多数人最常出现的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到，红色的球离手时间以及浅绿色的脚落地启动的时间几乎完全错开哦。那当节奏分离的时候，身体移动会同时受到两个限制。第一个是球离手后会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你必须等到球回到手上之后才能大幅移动，因为球已经离开手了，必定受到球的限制了。第二，脚步从落地到启动还需要一段反应时间呢，毕竟你脚落地，你需要一些缓松时间，那你脚步启动，你又需要发力的时间，那这两个延迟的时间叠加起来，就让你整体的动作就会变慢。换句话说，就是你往往等到球反弹回到手上才开始启动脚步，那这样等于让防守者多出更多的时间去预判以及反应。那特别是在高强度的比赛或者说职业比赛，细节往往决定胜负，更别说你还主动把宝贵的反应时间送给对手。更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不同的运球方式，你球离手的时间的长短也会改变。那你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脚掌落地方式也会造成你的时间改变。那时间变长，那问题就会更加严重。OK， 那我们回到影片最开头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运球节奏？那我这边给一个正确的运球节奏定义哦，就是所谓正确的运球节奏，就是球离手时间与脚步启动的时间同步，
那具体来说，就是球离手回弹时间应该与脚步着地后到启动的时间尽可能的重叠，让球与脚步启动的时候达成同步。那当这两段时间能够重叠的时候，你不仅可以最大化对球的控制时间还可以保持运球移动的流畅性也就是你脚步启动的时候都在球处于 control 态之中。那还能够有效压缩对手反应的时间减少他们预判以及干扰的机会。那总结来说，正确的运球节奏能带来3大个效益第一个是强化控球稳定性，那当然就是最大化控制球的时间嘛，降低球脱离掌控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提升我们动作的连贯性，我们可以确保每一步脚步的启动都处在球处于 control 态之中，那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不同的脚步以及变向的动作。第三个则是压缩对手的反应时间，让球离开手的时间与脚步启动的时间同步，那可以减少对手的预判以及反应的时间，掌握更多的进攻主动权。OK， 那最后我想聊聊为什么我想要做这部影片其实从球星分析就可以知道，控制球与脚步同时落地这个技巧一直都有，也就是所谓的运球步，或者说 dribble stay。那大家可以 Google 说明 dribble stay 或者说 dribble timing， 那也都有。那这个技巧其实也不止在篮球运动中在羽球运动中也有一样的启动步，就是当对手回击你的球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垫步，双脚的垫步，去加快你的反应时间或者说缩短你的反应时间。那另外一个是脚掌落地的方式在我前面影片有提到，也是控制节奏变速的方式。那这个技巧也其实在跑步当中运用的非常久了。那我只是将这个技巧延伸应用进篮球当中。那以上的技巧在 YouTube 上都有许多教学但是关于运球节奏这部分始终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明说什么是运球节奏，以及清楚的说明如何建立正确的运球节奏。那在这部影片我完整的解释说什么是运球节奏，那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运球节奏，并且定义出什么是正确的运球节奏。那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以上技巧不都有人教了，为什么定义运球节奏这么重要？当你了解运球节奏的原理，也就代表你能够有意识的去控制你的身体，而不是依靠训练中的感觉。这样一来，你不仅知道自己在练什么，更清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有意识的控制身体去完成这个动作，这点非常关键。毕竟过去没有人能清楚定义什么是运球节奏，而我这部影片将它系统化分析并提出完整的定义希望大家在未来训练时能够理解这点的重要性。最后，除了希望大家运球变得更厉害之外，老实说，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创作新的运球招式。我想大家应该也看过许多非常花哨但是毫无用处的运球招式，像原地炒菜，但是对于过人毫无帮助。但现在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原理去建立属于自己的运球节奏，属于自己的过人招式。那最后希望大家越变越强。这里是 Who Physics 频道，欢迎订阅分享，多多帮我分享，谢谢大家观看，拜拜。